我抽机票盲盒抽中了福建龙岩的连城县。连城，我说这地儿肯定好，价值连城。结果福建的同学跟我说什么穷乡僻岭，本地人都不去的地儿。嘿，我这一身反骨，我转头我就降落了。出机场回头一看，这灌什么山啊？这是？我说是灌豹山，摄影师说是灌虫山，一查是灌寨山。我说行了，文盲别爬山，先吃饭吧。老板娘说鸭子是他们这儿的特色，黑嘴黑爪的，按年份卖，越老越贵越好吃。我说那浅尝一下吧。那个老鸭汤特别清亮，完全不像肉汤，就跟喝水似的，越喝越好喝。鸭肉呢就做成白斩鸭，上面撒满了葱和姜，就甜甜辣辣的，而且鸭肉一点都不肥腻。还有这个九门头、芋头包、珍珠丸子、溜溜子，这都是那种咸鲜口的。然后吃饱喝足了，老板娘告诉我们说，这个地儿90%都是客家人。但我一北方人完全不懂客家文化，所以我们就去了一个传统的客家村落，准备好好感受一下。还没到地方呢，就发现这地儿挺不一样的，就它有异常多的这种传统建筑。走进村子里面也是彩旗飘飘，到处都是牌匾、对联、祖训，墙上贴着状元榜。就他们这儿讲究的就是耕读传家，就是读书种地，中国人最本源的那种思想。走到这种地方，你就能感觉到那种浓浓的书卷气和古朴美，同时也能深切体会到这儿的孩子学习压力肯定很大，因为家家户户重视读书，重视人才，出去了就得给祖上添光添彩。然后我就代入了，我想我要是这儿的人，这学历至少是够了，但是这耕地咱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，这肯定不合格啊。于是我就直接在路边逮了一个正在插秧的老爷爷，我说您教教我，我也给您帮帮忙。接下来的3个小时，我就在路边这水田里边吭哧吭哧的插。阿公阿婆看我挺卖力，也慢慢开始跟我说点话。虽然客家话我真的不太能听懂，但是只言片语中我知道他们的孩子去世了。阿公说自己命苦，一把年纪还要在地里面插秧，我就只觉得心酸，我也不知道能帮他些什么，我就只能说今儿下午您就把我当儿子吧，我一定帮您把这片田插完我再走。临走之前，我跑到村里的超市买了点米和油，还换了点现金留给他们。阿婆就握着我的手，让我开车一定要开慢点，这一走也许再也不会见面了，但真的希望他们能身体健康。然后晚上呢，我们就赶到夏阳县去吃这个全牛宴。这个县真的很牛，就你这一条街上恨不得家家户户都是卖牛肉，每天晚上5点杀牛，当天晚上就把牛吃了。所以无论是牛的任何部位都又鲜又嫩，就那口吃进去你觉得那牛还活着。我最喜欢的是这个椒盐胸口油，就它竟然是甜的，而且又酥又脆，还有弹性，就真的没吃到过这种牛肉，让你觉得前半辈子都白活了。这次来龙岩已经是机票盲盒的第6站了，好多人都担心我到处乱飞晒黑了就没有以前那么帅了。其实我天天都有涂防晒，即使出去玩忘了补涂，我也有这个 AHC 3抗精华水，保证我不被晒丑了。用之前上下摇3下，你们这个大橘蛋就会变成流动的小橘蛋，水油双向的质地，上脸清爽还不油腻，有了它里面抗氧、抗弹、抗光损的3重抗老功效。天天在外面旅游暴晒，肤色还是明亮的，摸起来是软的嫩的，所以我的颜值你们就不用操心了。第2天上午呢，我们就去打卡了著名的永定土楼，就是大鱼海棠里面出现的那个圆圆的建筑。航拍看着不大，但真的到了现场，觉得每一座土楼都像一个古城一样。虽然每一层长得都不一样，但它又遵循着一种极强的形式感，结构奇巧，天圆地方。下午呢，我们又马不停蹄地赶到了被称作客家首府的长汀。我发现这个地儿的人特别爱吃汆的东西，什么汆牛肉、汆猪肉、泡猪肝、猪腰，甚至还有汆大肠。我知道你们一定很好奇汆大肠是什么味儿。醪糟煮皮筋儿。晚上呢，我们就去夜游了一下汀江，还去吃了心心念念的簸箕板。本来我们去晚了，人已经关门了，但听说我们是从北京来的，小姐姐又重新弄米浆剁馅儿，让我们吃到了一屉热腾腾的簸箕板，真的很好吃。它比肠粉还要更 Q 弹一些，里面是豆角馅儿的，调味的那个炸蒜真的是精髓。好浓沙药配，好浓沙配。我在说外语。原本我以为我的旅程就这样完美的结束了，结果第2天早上睡过了，没赶上飞机，当天还就这一班，所以没辙了，我又坐着3蹦子赶去高铁站，坐高铁去南昌转飞机。从没想过自己第一次来江西会是以这种方式，但是一想我有3个小时转机，但也许这就是盲盒旅行吧。无论在哪里，最重要的是遇见，是永远在路上。融化了无尽黑夜，更有那说不完的明天。我抽机票盲盒抽中日本了，
开个玩笑，其实是有粉丝告诉我说日本也有机票盲盒了。我一查还真有，只不过它是那种机票扭蛋，而且必须得去日本的线下才能买到。我说这就有点不方便了，咱国内直接网上就买了，他这还得跑到那儿去，那我不跑一趟，我怎么能证明它有多麻烦？于是咱说干就干，直接就降落在这个大阪的机场，先坐火车，再转地铁，出了地铁进商场，上4楼一拐弯，这扭蛋机就在那儿放着呢。你说日本人也真是，为了这还专门做个机器。我说那就买吧，结果折腾半天，这扭蛋都不从那机器里出来。然后我这可疑的行为就引起了工作人员的注意，他就问我怎么回事，这可难倒了我这哑巴日语。上一次说日语还是学校派我去日本交流，这一紧张我就更说不出来了，就中日英交杂的跟他比划，弄了半天才明白，原来人家这盲盒压根儿不卖给游客，得有那什么在留资格才能买。这下我傻眼了，我说这咋整啊？这个我来都来了，我走啊！我就赶紧给我在日本的同学打电话，他说你没有在留资格确实没辙，但是可以去试试另一个叫骰子车票，是个火车盲盒。结果又碰壁。这下我是彻底崩溃了。我想过他会很麻烦，但是我没想过他彻底买不了。不过后来我转念一想，反正我在日本哪儿也不认识，我去哪儿我不都等于是盲盒吗？于是我就从这小册子里面随便选了一个地儿叫高山，我说我就去看看它这山有多高，因为最早的班次得明天早上嘛，我就随便在新斋桥逛逛。哎呦我的妈呀，人山人海！你们可别再吐槽什么国内5·1黄金周人多了，这日本这网红景点一样一样的。好不容易找着一居酒屋坐下了吧，服务员说这儿这什么什么鸡是他们的头牌，日语我也不认识。一上来我一吃，这味儿怎么那么熟悉呀？一查口水鸡，跑到这儿吃四川菜来了。总之吧，这第一天就是不太顺利。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坐上了去高山的火车，整整坐了4个多小时。我也是第一次来到日本的村里，还有一条大绿河，看着挺好看的。特别有意思的是，这一路上我看见好多日本的中学生，好像是在春游，我就尾随他们。I don't ever slow up, no I don't take shit.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.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, I'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. I don't ever slow up, no I don't take shit.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.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, I'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. Everything I do so instinctive and so passionate. Every word I move so descriptive like an adjective. I got a vendetta against people who patented being negative when you should be getting after it. I got facts over tracks, this and that. Spitting slow, spitting fast. I could roast, I could gas. Think I'm okay at last, but I don't know if that can erase all the past. And the pettiness, a reflection of the emptiness. Hilarious, you think you're worth my time, you're delirious. Mysterious, because you hide behind a fake exterior. Inferior, you know I'll always be a bit superior. Get off of me, this ain't no humble brag. I want you to hear words, you can say them back. I want you to feel free from the chains at last, and to believe in what you got, it was built to last, yeah. Now that I've been put through hell, I never got anyone's help. I had to do it all myself. I don't ever slow up, no I don't take shit.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. 这是现在境外很主流的一种支付方式 ，Visa 一拍即付，上到大商场、小到便利店都能用，特别方便。现在用一拍即付还有返现奖励，只要前往 Visa 专属活动页面报名参加就行。最后呢，我们就坐了新干线回到大阪，又在机场免税店逛了一圈，发现这儿卖的东西我好像都打过广告，家里都有。就这样回国了。总的来说呢，这一趟旅程确实有惊喜，但是也有小插曲。日本的美食和风景很有它的特色，如果你们也想来，但又担心没有国内那么方便，记得一定带上这张 Visa 卡。我呢就继续留在国内抽盲盒了，因为国内还有大好河山，我还没来得及去看过。日落前